一命二运三风水，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。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之命理讲堂。今天小酱之主要给大家讲讲手相。手有反骨，手掌向外翻，注定是劳碌命。手相被视为命运的一种映射，通过对手掌的观察，我们可以窥见个人未来的轮廓。例如，存在于手掌中的反骨现象，通常被认为预示着一生的劳苦奔波。让我们通过一个具体的手相例子深入了解。一、手有反骨，这位命主的手相显示其一生可能会频繁遭遇健康和财务的挑战，身体状况欠佳，财运亦不佳，因此投资需要谨慎，否则可能会遭受重大损失。婚姻方面，可能较晚结婚，且婚姻生活可能不尽如人意。手掌上的杂纹繁多，象征着内心的重压和烦恼。生活在30岁前可能波折频发，发展迟缓。尽管如此，如果手掌的主纹路清晰且深长，显示出较强的个人能力和高素质，这有利于事业的发展，尤其是在中晚年可能迎来较好的运势。此外，手掌颜色偏暗，青黑色较多，象征着一生中的奔波与劳碌，虚名和虚利居多，难以获得稳定的财富和运势。面对这样的手相特征，生活中的不少辛酸和不安也随之而来。看相的过程不仅仅是预测命运，更多的是一种生活的策划。通过了解自己潜在的运势，我们可以更好地做出生活决策，准备迎接未来的挑战。在顺境中警醒，逆境中不失希望，积极面对每一个生活的挫折，抓住机遇，等待时机，这是看相带给我们的真正价值。第二，面相分析，你是富贵命、劳碌命还是享福命？一眼便能看穿一个人能不能发家，除看本身的基础能力及后天努力外，自身的运势是否好也很重要。具有好的运势，即便先天条件差一点，只要把握住，愿意尽力，一样能收获到很好的结果。但如果没有好的运势，前提再好也会舍本逐末。相学讲究由内而外的观测，正所谓相由心生，尤其是相学里的手相学博大精深。根据下面的图片，我们就从手指、脚趾长短的角度看看谁能一生好命，非富即贵。哈哈，学会了还可以观察身边的朋友、同事，还有你的老板，太准了，可不要被吓到哦。一、劳碌命的手，食指比无名指长，此相乃是劳碌命，食指比无名指长。通常说来，这种人天性乐观，心机浅薄，非常容易信赖他人，自身也非常的善良。虽然这样的性格特质会多多少少带来福报，但是在竞争激烈的社会中却难以出人头地，聚财旺福，所以其一生命运相对平庸。想获得事业成功，必须付出2倍于常人的努力。二、劳碌命的脚，大拇指、第2指和第3指一样长度，后2脚趾短，此相乃是劳碌命。要是脚趾的大拇指连着第2和第3指都同样长，标明这人心性敏锐，自然天生好强，做任何任务都要追求完满，一生不是劳力便是劳心，为前途奔波不已，但很少享受。款项来去匆匆，极可能就此辛辛苦苦地过终生。三、享福命的手，无名指比食指长，此相乃是享福命。无名指比食指长的人，通常说来，其人具有远见卓识，与人为善，深谙社会规则，洞晓人情冷暖。而这样的性格特征非常适合在激烈的社会中立足，不到30岁便能走向人生巅峰，得贵人相助，事业一帆风顺，财运亨通，中晚年不愁衣食，富足广达。四、享福命的脚，第2个指最长，此相乃是享乐命。要是拇指边上的2指最长，那么说明这个人受祖荫，自然天生便是财星，从小含着金汤勺，一生衣食无忧，
从不为钱发愁，成长的道路上策马奔腾，大都能具有平稳的好工作和志向的日子。也许分歧定能豪富大贵，但必定可以闲适富有到老。5. 富贵命的手，食指和无名指长度相同，此象乃是富贵命。食指和无名指等长或长度差距很小，通常意味着其人天资聪颖，严于律己，自学能力极强，往往靠着自己独立的能力，能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渐入佳境，越走越顺。不仅如此，另外这种手相的人赚钱能力一流，35岁后功成名就，大展宏图，有望富甲一方。6. 富贵命的脚，大拇指最长，小指最短，此象乃是富贵命。如果脚趾是这样生的人，那么很幸运，这样的人天生头脑智慧高，为人处事稳重，具有财气佳，一生大财多，小财更是丰盛，做生意有一夜暴富的机会，要是恰当有后福之人，必然具有豪富大贵的人生。7. 无名指短小，无名指偏短小的人，有一部分存在着青少年时期的家庭生活存在一些缺陷，成长环境没有那么和谐，在长大之后，因为缺少了家庭的帮扶，在社会上全凭自己打拼奋斗，比较艰难的情况。而无名指比食指长的人，在民俗中认为这样的人比较有鉴赏能力，做生意喜欢以偏财类的方式赚钱，寓意好运滚滚，财源不断的转钱钥匙扣是这类人群最适合随身携带的吉祥之物。8. 手心有断掌，断掌是指代表智慧和感情的两条线相交，从手掌的一端横跨至另一端的情况。拥有这种手相的女性往往有主见，能力强，属于是不达目的不罢休的行动派，在事业上容易获得成功，但在婚姻上，这样的性格上容易给配偶造成压力，从而影响到夫妻感情。所以在择偶时就要尽量选择一个能包容自己的人，或是换一种婚姻相处的方式，生活中戴上红玛瑙节节高手链，既有获得对方更多爱护和尊重的含义，更包括了婚姻事业双丰收的美好寓意。9. 手指有缝隙，拥有这种手掌的人性格上有些清高，不会在意世俗的眼光，对于财富的意识也没有那么强烈。即使遇到赚钱的好机会，如果不合心意，或者是有违自己的原则，也不会强迫去做。此外，手指有缝隙在民间还有另外一种解释，即花钱会大手大脚，同时也不太懂得如何理财。因此，如果时常钱包干瘪、入不敷出的朋友，不仅要多学习积累财富的知识。10. 一个斗，大家可能听说过一个斗穷两个斗富。如果手指上只有一个斗的人，其实他们不是天生穷人命，而是非常容易劳碌。因为一个斗的人性格是细腻的，不管男女都很聪明，也有赚钱的本领，不出中年就可以赚足本钱。但是他们最大的缺点就是太追求财富，就算赚得太多，也不会满足，钱财是越来越多，但也是越来越忙，手中有钱也还是停不下来享受生活。11. 5个斗，如果人的手上拥有5个斗的话，这则证明这个人一生忙碌。虽然他们从小就有着不错的家庭环境，在父母的细心照顾下长大，但是他们这辈子就是操劳的命，整天都在为了自己的事业奔波劳累。即使是年纪轻轻就积累了不菲的财富，他们也舍不得花，也没有时间花。因此，手指有5个斗的人是富人过着穷人命。12. 8个斗，手指上带有8个斗的人，其气质通常独树一帜，行事有条不紊，细致入微。这类人在工作中展现出高度的周全考虑和竞争意识，常常追求完美，是要在职场上取得显赫成就。然而，他们的性格中也带有固执的一面，常常沿着一条路坚持到底，即使这条路可能并不总是光明正大。这种一根筋的思维方式，虽显示出其坚持原则的优点，
却也可能导致职业生涯中的波动和不稳定，有时甚至会误入歧途，影响长期的事业发展。在财务管理方面，虽然他们能够通过不懈的努力赚取可观的收入，但由于对金钱管理的放松，或许会遭遇不少财务上的损失。这种挣多漏多的状况使他们需要不断地为经济状况奔波，生活中难以享受真正的宁静和安逸。进入晚年，这种人依旧不会放松对未来的考虑，尤其是关心子女的成长和前程，常常操心子女的教育和职业规划。这种深度的家庭责任感虽然体现了他们对家庭的爱和关怀，但也难免会带来精神上的负担和压力。他们的人生道路虽然坚定而充满挑战，但也充满了对家人的深切关爱和无私奉献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。记得给小酱汁点关注和小铃铛，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，我们下期再见。